最近，内娱95后男演员又因为一份颇具争议的网络榜单冲上热议。这一次被讨论的不是颜值，也不是流量，更不是商业价值，而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说相当敏感的话题：谁的演技最容易让观众产生一成不变的感觉？榜单一出，评论区立刻炸锅。有人觉得非常准确，认为这些演员确实存在角色同质化的问题，也有人完全不同意，甚至直言有些人明明已经在努力转型，却依然被贴上一样的演技标签。更加意外的是，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近年来热度一路上涨的张凌赫。那么这10位95后男演员到底为什么会被网友点名？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份网络讨论榜单，从第10名一路聊到第1名。首先是第10名，李云瑞。如果说这份榜单是按照争议程度来排列，那么李云瑞的位置其实已经相当靠后。从《星汉灿烂》到《九重紫》，他给观众留下的角色印象并不完全相同。尤其是从温润儒雅的文臣气质到更加强势、更有力量感的武将形象，他其实已经在尝试摆脱单一的外形标签。所以，相比其他演员，网友对他的批评并没有那么集中。甚至有人认为，李云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演技一成不变，而是目前能够证明自己的作品数量还不够多。换句话说，他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第9名，陈哲远。陈哲远最容易被观众记住的，当然是偷偷藏不住里的段嘉许。阳光、温柔、少年感，再加上校园男神式的外形，让这个角色迅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一个演员因为某一种角色大爆之后，观众往往会开始期待他跳出舒适区。而陈哲远近年来也确实在尝试，他开始接触更加成熟、更加复杂，甚至更加冷峻的角色，希望改变过去留给观众的校园男神印象。所以他被放进这份榜单，更像是一种提醒。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完成从青春偶像到成熟演员的转换，那么今天所谓的一成不变，很可能就会成为过去式。第8名，邓为。邓为真正走进大众视野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《长相思》。那之后，他身上的古装美男标签越来越明显，精致的五官、清冷的气质，再加上偏仙侠的角色设定，让他很容易获得观众关注。但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当演员连续出演相似的古装角色时，观众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。即便角色的名字不同，服装不同，故事不同，如果眼神、情绪和人物气质始终停留在同一个区间，那么观众最后记住的可能只是邓为是男主，而不是角色本身。仙台有树等作品也被看作是他尝试改变形象的一步，但目前来看，他距离真正证明自己能够驾驭复杂人物还有一段路要走。第7名，王一博。这个名字出现在榜单里，无疑会引发巨大争议。因为王一博并不是没有尝试转型，从《陈情令》之后，他陆续挑战了《冰与火》风起洛阳、追风者等不同类型的作品。尤其是在正剧、年代剧和动作题材中，他一直在努力摆脱过去的偶像剧标签。但问题在于，改变题材并不等于完全改变表演方式。部分观众认为，他在情绪爆发、面部细节以及人物情绪层次方面仍然存在发挥空间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王一博明明一直在换角色，却还是有人觉得他的表演方式没有彻底改变。这也说明，对于演员来说，真正的转型并不是换一套服装、换一个时代背景，而是要让观众相信，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第6名，张新成。张新成其实是这份榜单里相当特别的一位，因为在很多观众心中，他过去恰恰是95后男演员里演技比较稳定的一位。无论是现代剧还是现实题材，他都曾经凭借自然、细腻的表演获得认可。但也正因为过去的表现比较突出，所以观众对他的期待反而更高。当后续作品没有持续带来明显突破时，就容易产生一种是不是进入舒适区的感觉。对于张新成来说，问题可能不是没有演技，而是如何让观众再次看到那个能够不断给人惊喜的他。第5名，侯明昊。侯明昊的情况其实非常典型，他的外形非常适合古装，少年感和精致感都很强，因此古装、仙侠、男频类型的作品自然容易找上门。
但当演员不断出演类似的角色之后，最大的风险就是人物之间开始互相串戏。观众看到了一个新的角色，却还是会下意识联想到以前的角色。这也是侯明昊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他的颜值没有问题，流量也没有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优势为角色服务，而不是让每一个角色都变成同一种美少年模板。第4名，宋威龙。说到宋威龙，很多观众第一反应可能还是2个字：颜值。从凤求凰开始，他就因为出众的外形受到关注。后来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剧，他都很容易驾驭高冷、帅气、完美男主这样的设定。但也正因为外形优势太突出，他很容易被固定在一种角色框架里。尤其是在古装作品中，一些观众认为他的情绪表达还不够丰富，眼神和微表情没有完全跟上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宋威龙在现代题材中的表现往往会更加自然。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没有潜力，而是如何突破长得像男主，所以永远演男主的困境。第3名，丁禹兮。如果这份榜单只看早期表现，那么丁禹兮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因为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开始，他就已经证明自己拥有非常强的喜剧节奏和角色适配能力。而到了永夜星河，他更是凭借林妙妙和木生之间的互动，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层次。尤其是一些带有强烈情绪反差的场景，他的表演确实很容易抓住观众。但争议也恰恰来自这里。部分观众认为，他在某些现实题材作品中依然带有比较明显的舞台感，尤其是在日常对白和细微情绪方面，有时候会显得稍微用力。这说明演员的优势可能同时也是限制。丁禹兮非常擅长抓住观众，但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观众忘记演员本人，只记住角色。第2名，王鹤棣。从苍兰诀开始，王鹤棣的事业明显进入高速上升期。东方青苍这个角色不仅让他迅速爆红，也给他留下了非常鲜明的个人标签：霸气、冷峻、强势，再加上极具辨识度的表情和气场，让观众很容易记住他。可问题同样出现了。当一个演员依靠某一种表演模式获得成功之后，最危险的事情就是重复成功。如果霸气角色继续使用霸气的眼神，强势角色继续使用强势的表情，那么时间久了，观众自然会觉得似乎还是那个王鹤棣。当然，王鹤棣也一直在尝试不同题材，所以他究竟能不能真正突破，关键还是要看未来能否出现一个彻底颠覆过去形象的角色。而现在终于来到第1名，张凌赫。张凌赫为什么会成为这份榜单最大的争议点？首先，他的外形太容易让观众产生固定印象，高个子、清冷感、古装造型突出，再加上天然适合精英型、贵公子型角色，所以他拿到的很多角色本身就存在一定相似度。从《云之羽》到《宁安如梦》，再到《度华年》《逐玉》等作品，他塑造过不少热门角色。但是部分网友认为，他在某些作品中的情绪表达容易出现相似模式，尤其是面对比较复杂的情绪时，容易回到冷脸、克制、低声说话和眼神变化这一套表达方式。于是观众看到的是不同的人物，却可能产生一种熟悉感，这就是所谓的一成不变。但这里其实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网络榜单终究只是网络榜单，它不能代表专业演员评价，更不能简单等同于这10个人演技差。事实上，一个演员是否一成不变，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问题。有人喜欢克制的表演，就会觉得演员高级；有人喜欢情绪外放，就会觉得克制等于面瘫；有人喜欢古装美男，也有人希望演员彻底撕掉偶像包袱。所以，同一个表演，在不同观众眼里，完全可能得到2种截然不同的答案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份榜单之外，还有一些95后男演员因为不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而获得了更多正面评价。比如曾舜晞，从莲花楼到临江仙，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人物气质。吴磊则从星汉灿烂里的少年将军，到更加生活化、更加接地气的现代角色，也在不断改变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。这其实才是95后男演员真正的竞争，不是谁的脸最好看，也不是谁的流量最高，
而是谁能够在10年之后让观众依然相信